说点花言巧语哄哄我。好。没了。我在想接下来要说的话。我长得很好看，对吗？是不是在你认识的人里面算好看的？或者有比我长得更美的？没有，没有比你长得还好看的女生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？为什么不吹干头发？我这几天一直在开会，耽误了很多工作，今天可能还是要忙到很晚。书呆子。我睡了。你先睡吧。要替你关门吗？不用。那我不会吵到你啊。不会啊。不关门，我才能听到你的声音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才会放心。哦。
真睡书房了？你做意面啊？起来啦，我在给你做油泼面呢。你用这个做？家里只有这个面了，而且其他的调料都不全，我尽量把它做到最好。我之前在西安的一个工业园区里住过2个月，当时那边刚刚筹建，所以附近没有吃的东西。有的时候一忙呢，也经常忙过饭点，我就跟和善的妈妈学了这个。但当时啊，我都是在电话里学的，期间呢失败过很多次。不过我现在做，基本可以稳定发挥了。天天吃这个也会腻吧？我可以做各种口味啊，各种各样的我都会做。这些啊，我全是跟我那些学生的家长取经学来的。我的这些学生啊，没有一个会做饭的。看你做饭像做实验一样。有的人就在厨房里面做实验。厨房能做出什么？之前有一个化学家在厨房里做实验，不小心碰倒了硫酸和硝石粉，他怕被他的太太骂，所以就随手拿起了一个最近的围裙，及时把它擦干净之后拿出去晒干。本来他想把整个事情瞒过去，但最后被他老婆发现了。围裙炸成了碎片。不过他因为这件事发现了第一个可以爆炸的纤维——硝基纤维素。看你做饭真有意思，有的吃，有的听。昨天听你说要煮面，我还以为是方便面呢。我以前啊，确实煮的都是方便面，但过后我学会了所有面的做法。你特别爱吃面啊？专门学这些？之前是觉得方便，我认为面是最方便的主食，它既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胃，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做出最快捷的食物。可怜。可怜？长期吃一种食物，营养不均衡。等回了上海，我们少吃面食，多吃各种菜。我跟你走。好啊，走。来，尝一尝。好吃。你不做研究员也能开面馆？我自己的厨艺我自己很了解，不值得夸。我也喜欢。等我回去。等我回去之后，我们就住一个房间。我给你拿瓶水。是不是我辣椒放的太多了？我下次注意。林叔说了，没婚宴不算结婚。我同意。那我在书房给你搭张行军床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不介意。你没给自己做一碗？啊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我们2个人的生物钟差了3个小时。你怎么知道我几点起床？你之前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留意过。也对，
你们家喜欢5点吃早餐，每次我起来啊，大家早吃完了。好吃。来，吹风机。你留着吧，不是没有吗？等一下。这个我带走。车到了吗？已经到了。那走吧。我来帮你。啊，我来找他谈事情。他说你今天飞走，说能送送你。走吧。送他去机场。走。每次过安检都会想到在广州机场遇见那次。你只背了个电脑包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却被要求重新安检。那一天是我第一次被要求重新安检。感谢安检门。广州白云机场的安检门。口渴吗？有点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买瓶水过来。哦，不用，里面就……急什么？话还没说完。来，谢谢。其实我可以进去再买的，连喝2口都带不进去，浪费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拿回去，在路上接着喝。最后竟然在讨论一瓶矿泉水。更有意义的话，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慢慢说。那我走啦，下飞机告诉你，尽快回来，我会想你的。那双熟悉的语言，也许曾泪流的从前，也不会改变。某些注定相见，与生续写的诗，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。再重来一次，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。如果说几百个世纪书写浪漫的开始，爱怎会甘愿停止？我应该给他一个拥抱的，但一直没找到机会。我怎么总是这样啊？跟他同航班回国的人，可信吗？放心吧，我多年的助手会看着他平安入境的。我的律师去警察局了解情况了，很遗憾，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。
全部证人证词都指向是一起意外斗殴事件，你们只是被牵连的路人之一。但我的直觉不寻常，你必须立刻回国，在境外有太多不确定性了。财务调查最快什么时候出结果？30个工作日。1个多月。只要你想回去，我随时能让你回国。不能不明不白的回去，我需要等待一个调查的真相，否则不仅仅是对自己不公平，更影响了这个研究院未来招收中国学生的态度。作为律师，我不支持你，但作为朋友，我尊重你的意愿。走吧。两晋之后的南北朝，皇权愈发不稳，手握军权的大将和望族掌控实权。长安地处要位，据守此处之人常被京师忌惮。茶叶包挂衣柜，房住，你这个单身汉一定不懂。先生，今天需要换床单被套吗？不用了吧？好的，谢谢。遇到什么想不通的难题啊？想得通，但无解。是关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？这算什么呢？婚姻学吧。刚才在聚会，人有点多。那我开始了。开始吧。今天早上我跟平时一样，5点45起的床。不过昨天晚上不来梅下了大暴雨，所以整个阳台上全是积水。我花了10分钟的时间把阳台清理干净了，然后又花了10分钟的时间烤了一片吐司，热了一杯牛奶。吃完早餐之后，天刚好亮。哦。最近好像有人追我。王英东啊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一直都知道。你是不是想问我会不会介意啊？你可以理解为，我就是因为介意，才会想要随时掌握你的动态。也是因为介意，才会记住他的名字。真的？真的。怎么，又是婚姻学？
追你太太，你会怎么做啊？这不就结束了吗？有人追你太太啊？那你想怎么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同样的梦，反复重复好多次。我知道在做梦，但就是醒不来，就只能看着。梦魇。梦魇。那些水乡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故事。我之前听说过一些民间传说，但我并不相信。你是不是白天太累了？或许吧。谁啊？怎么了？哦，我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不会是你说的，这里都有些故事吧？有的时候，人越怕什么就来什么。你现在试着睡着，如果睡不着的话，我陪你一直说话。不耽误你正事啊？不耽误。你刚刚说，你梦到了什么？梦到我在抄历代名茶，你能背得出来吗？唐代的茶。多多少少我知道一些吧。比如，你是想让我给你背茶名，哄你睡觉？想听。我太太才是4大好声音之一，我就是一个搞研究的，我的声音也没什么特点，也不好听，我怕时间长了你会听厌。不会，一辈子都听不厌。那我试着说一些，你听着。蒙顶、子嗣、神拳小团、必见明月、方山路崖、雍湖寒高、西山白鹿、霍山黄崖、婺州东白、祁门方茶、衢江宝片、祁门团黄、鸦山横纹、天柱茶、小江团、鸠坑茶、起火茶、茱萸寮，差不多就这些吧。你还想听其他的朝代的吗？十一，睡着了？晚安。给你换房间嘛，你肯定还是怕。要不然接下来这2天，我陪你住吧。好啊，那你今天晚上搬过来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你半夜害怕，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有人打电话陪我睡。化学教授舍不得啦。比赛要开始了，走吧。各位老师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今天我准备的是石老师的代表作《美人谷》里的片段。哟，当着本人挑战代表作，可以，开始吧。
那一日，长夜破晓，三军齐出，狼烟围锦，黄沙袭天。他立于高台之上，俯瞰大军，素手一挥，70万将士就已跪于身前。这才是真正的周生辰，家臣1000人，拥军70万的小南陈王。事行为剑，守节死义。是色受魂语，还是情迷心窍？当时的他并不懂得这些，只是紧紧扣住城墙青砖，心跳若泪。色受魂语，情迷心窍。他用了10年，才懂得了这8个字。来，都放这儿。主要带了这个来，给你做的衣服。是大哥找王家订的，昨天送到，今天刚好带过来。他说你平时穿衣裳有自己的风格，没办法指定做什么，所以这些全是居家服，从贴身的到外穿的全都有。哎，这料子真不错啊！哎，你老公弟弟对你真不错啊，带了不少东西过来。给你们都准备了，姐姐的全部同事。谢谢啊，这孩子真懂事。是大哥的意思，他说姐姐公务出差，如果单独给姐姐一个人准备不太礼貌。姐姐，我能去参观一下吗？去吧。林穗啊，怎么突然过来？不知道，早上小人说你在乌镇，他都不给大家准备的时间，就直接过来了。对了，其实还给你准备了厨子，当你同事面不好说，到时候偷偷给你做好吃的。你怎么不高兴啊？不想我们吗？我天天想你，盼着你早点回家呢。想。那我先去收拾了。小人，我待会儿回去，你跟我回去吗？不了，我就在这儿。你就在这儿？那待会儿姐姐们忙工作呢，没空搭理你怎么办呀？姐姐，那你工作什么时候结束？我一会儿有个总决赛，结束以后就可以陪你了。那我能去现场吗？可以啊，但我没时间陪你。美丽，你帮我在观众席照顾他一下。今天领导们都要来，我要陪着啊。那给我票，我自己去吧。你自己呀？对，你可不许跟过来。稀罕。那我先走了。姐姐，我就在这儿看书，你忙你的，我不打扰你。好。怎么有种做人家长的错觉？帝崩于长乐宫，帝出崩，赐诸侯王玺书，南陈王。
姐姐写的是不是古时候的那个周生辰啊？你也知道？知道，我族谱上有他。是个大奸臣，不过还挺风流的。风流？嗯，能和太子妃在一起，可不风流吗？太子妃是什么人？未来的中宫之主。为了他，竟然什么都不要，跳楼自尽。这可比旁人的风流多了。倒也是。我听我妈妈说，我哥就是特意要取他的名字，所以我就对他更感兴趣了。可惜就是记载太少了。是啊，资料太少都不是好话。奸臣、佞臣、叛臣。那姐姐是想写自己知道的他吗？我写给自己看的，和你一样，你哥哥的名字取自于他，所以特别感兴趣。那姐姐写了之后能给我看吗？好啊，但是你要先把这个看完。好。南陈王得书不肯哭，曰：“喜书封小，京师已有变。”小然，该走了，别打扰十一姐姐休息。姐姐晚安。早点睡。要走了啊。美玲姐姐晚安。晚安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我差点以为他要在这儿秉烛夜谈到天亮。可你不觉得他看书的时候特别招人疼吗？哪里招人疼啊？我总觉得周生辰小时候应该也这样。习惯就好。怎么了？还不想走？是不是在想，如果自己是个女孩子，就可以留宿了？你不懂，大哥是不放心嫂子，要不然也不会让我来这儿。况且，还有个追求者住在这儿，虽然构不成威胁。你们几个辛苦一点，留意一下这里的情况。是。长大了肯定是个醋坛子。我下午要去见获奖的选手，没法带你去了。如果你不想回家的话，就在这里看书写作业，可以吗？嗯。姐姐，我发现你包个山竹都比一般人高明。不都这样吗？手法看似一样，但是因为人美，做起来也像是艺术。小屁孩。恭喜你啊，又斩获3员大将。都想拜你为师呢。说哪个？听你这个领导的安排啊。你带着微笑的嘴角。师傅，麻烦看一下案。安排好。周先生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好，美玲，多谢你这么照顾十一。你老公来了，我们先回去了啊。嗯，再见，拜拜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那边的所有问题呢？都解决了？
我呢，今天上午到了上海，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的事情都已经告一段落了，包括研究和回国的问题。回国的问题，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没有麻烦，是我之前那些同事太舍不得我了，极力的想挽留我，仅此而已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一个，这次突然回来，有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想我啦？有，我很想你。那你不走了？不走了。好。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刻意的看王一东啊？向失败者致敬。小人还在我房里呢，在做功课。不用着急回去，让他慢慢做。那我们现在去哪？过了桥之后，往左边走有吃饭的地方，正餐和茶社都有，还有一条街是专门卖小糕点之类的东西。往右边走的话，有一个纪念堂，还有一个染坊。你想去哪？你来过几次啊？这么熟悉？我没来过。我知道你住在这儿，所以让别人提前发给我了这里的平面图看。真的？我知道是真的，就是吧，你总会做一些常人不做的事。有点怪。有点可爱。那我在西安的酒店，你也看过平面图吗？那个我没看过。当时的关系和现在不一样，所以不该看的，我绝对不会看。假正经。怎么没人看着呀？万一下雨怎么办？这个时间应该去休息吃饭了吧？那我们帮他们看一会儿吧。万一突然下雨了，还能帮着收拾。要是淋湿了就可惜了，掉色了就白忙活了。行，听你的。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的情节，是我配过的。说来听听。清晨被围困，小南成王率骑兵1万，日夜不停入城增援，对抗13万敌军。20日后，援军至城下，南城家臣不抱任何期望，却忽见城墙上被头挂了数十条鸦青色的长布，破败不堪，裂缝中飞扬着。鸦青色是小南成王的王旗，那数条城墙上辗转飞扬的布匹，向家臣昭告着，此城未破。20万援军顷刻欢呼震天，声嘶力竭。这就是青城大捷。听你讲故事，我像是回到了小时候。小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娱乐的方式，外婆有干眼症，不能多看电视，所以我们晚上固定的节目就是听电台里的主播讲故事。干眼症？那现在好些了吗？身上很多小的毛病很难恢复的，再加上年纪慢慢变大，可能休息好就是最好的药了。落雨了，赶紧收啊！赶紧收，赶紧收！我帮你们收吧。哎呀，谢谢哦。这老板的餐饮，你娃娃女儿，你看见人家都好意思呢。哎呀，有多大人呐？3、4个房子。
慢点啊！哎呦，坐船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还担心你们被雨淋到了呢。哎呀，下这么大的雨啊！他们没回来吗？啊，你们没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我有事先回来了。哦，哎，这位是？是我老公。